川普呢又落选了，诺贝尔和平奖呢又没有拿到。总说自己应该得奖的特朗普，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呢？是德不配位，还是与诺奖的八字不合？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剖析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会切片研究所。每年的10月，诺贝尔奖的归属呢都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而和平奖呢又尤其引人关注。那要说诺贝尔奖呢，我们就首先要提到一个人，因为如果没有他，那就没有这个奖项，那就是诺贝尔奖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是一位炸药大王，但是也因为发明炸药而背负死亡商人这个骂名。他一生之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临终前呢，他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绝大部分的遗产呢设立基金，去奖励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1895年呢，这份遗嘱诞生。1901年呢，首届诺贝尔奖呢开始颁发，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除了在一战和二战时期这种战争时间呢，诺贝尔奖的颁发是有所中断的，其他时间的每年呢都会颁发诺贝尔奖。而和平奖呢，就是奖励那些为全球带来和平、民主和人权做出最大努力贡献的人。那自称自己解决了7场战争，是世界和平缔造者的特朗普，至少呢已经被提名了10几次。那为什么他每次都没有得奖呢？难道他为了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没有被委员会看见吗？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最近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才能站在领奖台上。从他们的获奖呢，我们来剖析一下特朗普落选的原因。那2015年获奖的是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突尼斯呢面临着内战的风险。这个由工会、人权组织等组成的联盟，通过和平对话，成功地推动了国家从动荡走向民主，避免了流血冲突。2016年呢，获奖的是哥伦比亚的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他呢，为了结束长达50年的内战，与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2017年获奖的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这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联盟成功地推动联合国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向核裁军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18年获奖的是刚果医生德尼·穆奎格与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纳迪亚·穆拉德。他们呢共同致力于终结战争中的性暴力。穆奎格医生呢在刚果救治受害者，穆拉德则是伊拉克雅兹迪族的幸存者，他勇敢地站出来控诉 ISIS 的暴行。2019年获奖的是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他呢主动与宿敌厄立特里亚和解，结束了两国长达20年的边境冲突，为了东非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2020年得奖的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武装冲突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战火中运送粮食，用面包对抗子弹，是人道主义和和平的桥梁。2021年得奖的是菲律宾的记者玛利亚·雷萨与俄罗斯的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两位记者呢，分别在菲律宾和俄罗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用笔和镜头呢揭露真相，捍卫了言论的自由，而自由呢是和平的基石。2022年获奖的是白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家阿列斯·比亚利亚茨基。俄罗斯的组织纪念乌克兰的组织公民权利中心。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他们为了促进东欧地区的和平、民主与人权做出了贡献。2023年获奖的是伊朗人权活动家纳尔吉斯·穆罕默迪。他身陷囹圄，却仍然在为伊朗女性的自由而抗争，是勇气与不屈的象征。2024年获奖的是日本被原子弹与氢弹受害者协会。他们用一生的痛苦经历向世界控诉核武器的恐怖，是无核世界最有力的倡导者。时间来到2025年，今年的和平奖刚刚揭晓，获奖者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呢表彰他为了促进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权利所做的不懈努力。
称她呢是在日益增长的黑暗中坚持用民主火焰燃烧的女人。她也因为挑战马杜罗政权而被禁止参选，被通缉，但是依然呢领导着反对派，这也被视为对专制的勇敢抗争。这个结果呢，也让一直渴望获奖的特朗普再次落空。那说到特朗普呢，他可能是历史上最想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客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呢，我值得，并且声称自己呢解决了7场战争。2025年呢，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甚至是亲自提名了他。可是为什么特朗普总是与奖项无缘呢？从过去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和平奖的范围呢是非常广的，并且呢，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呢对和平奖的这个评选标准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奖项类型呢更加的多元化，获奖者呢不再局限于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更多的包含了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家和媒体人。这也表明和平的内涵呢在扩大，涵盖了人权、性别平等、新闻自由和核裁军等诸多方面。与2010年代中期以前更偏向政治调解相比呢，近年的奖项更多的聚焦于人道主义议题与基本的社会权利的维护。这呢也反映出委员会对和平的理解呢更为广义。和平呢不仅仅是战争的缺席，还包括了公民的自由、信息透明与生存权的保障。总的来说呢，近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呢，既表彰了结束战乱、促成和解的直接和平努力，也越来越多地认可那些通过捍卫人权、言论自由和基本生存权来构建结构性和平的个人与组织。那特朗普没有获奖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呢，委员会呢极其的注重专业性和独立性。他们也怕被人们认为呢向政治压力屈服，所以特朗普每次都是如此高调的去索要和平奖，这呢就恰恰让委员会更不敢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他，不然呢就会被大家认为这是一场政治交易。其次呢，他所做的贡献性质呢也是有所不同，委员会更青睐的是这种有建设性、长期的和平努力，比如说促进对话、裁军和人权，而特朗普的外交呢，就是像亚伯拉罕协议。虽然呢是有所突破，但更多的被视为是交易的艺术，这其中呢充满了对美国利益的考量，而且政策中的对抗性、对多边主义的破坏和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呢也是相悖的。第三点呢，就是他个人的争议性太大，特朗普的个人言论和行为呢，在全球范围内都引发了巨大的分裂，而通常的和平奖得主呢，是需要得到更广泛的这种国际共识的。所以通过过去10年，获奖者呢，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和平奖的得主呢，大多都是为人很低调，而且是长期致力于和平的努力。这些特质呢，也是和特朗普完全相反的。所以在未来，特朗普会有机会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吗？这个可能性呢是很低的，除非呢他能做出一项这种超越其政治生涯，而且呢能被历史证明，确实是为全人类带来这种持久性变革的和平的贡献，才呢有可能去拿到这个奖。不然这个和平奖呢，也只能成为他政治叙事中一项永远的遗憾了。那要说到诺贝尔奖的评选，真的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吗？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呢，确实是难以完全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的。这一点呢，从其历史争议中呢就可见一斑。比如说像1994年这个奖呢，同时授予了巴勒斯坦的前领导人阿拉法特，以及呢以色列总统拉宾、外长佩雷奇。这一决定呢，直接关联着中东的和平进程，被部分人呢视为是对政治谈判的鼓励，但是也引发了这种是否应该表彰仍在冲突中的政治人物的争论。此外呢，像2004年奖项呢授予环保主义者的时候，挪威国内呢就有评论的声音认为，在全球聚焦战争与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呢，这一个举动淡化了和平奖的传统政治意义。
不过呢，评选机制本身呢，也是试图通过50年的保密期和严格的提名流程来减少短期的政治压力。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多次的去强调，其核心的标准呢是候选人或者组织为了促进民族国家间的团结友好，取消或者是裁减军备，为和平的会议组织和宣传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因此呢，政治因素更多的体现在呢对国际局势的回应，而非直接干预上。例如像2012年授予了欧盟，就是对欧洲一体化推动和平的肯定，但是也伴随着是否过度政治化的讨论。简而言之呢，和平奖的评选呢，就是无法完全的隔离政治背景，但是其机制设计呢，试图将政治化的考量转化为对促进和平这一核心目标的评估，而非单纯的政治博弈。总而言之，诺贝尔和平奖呢，不仅仅是一枚奖章，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对和平的理解与渴望。它既有崇高的理想，但是呢，也难免沾染政治的色彩。它奖励勇气，但是也引发争议。无论如何呢，它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和平呢，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需要无数的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去争取来的。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加关注，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塔多，他配得上这个称号吗？我们下期视频见。